荣耀 Magic 4 Pro， 感觉这2年荣耀在背负着父辈的希望，在市场中拼杀，是父辈还是大哥呀？反正总之呢，从它最近推出的5G 高端手机中就可以看出来，它背部的工业造型由于某品牌的原因，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但是还是有些创新的。那大家觉得这台手机长得好看吗？如果你觉得这台手机好看，打1；如果你觉得凑合吧或者不好看，打2。荣耀这个品牌在影像方面算是继承了某一个品牌的光荣传统了。那么它的新产品荣耀 Magic 4 Pro， 我相信在很多人眼里都会认为它的影像能力非常棒。那么作为聊影像的节目呢，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台手机。那下面就进入鼓励摄影环节了，我们会用手机去拍摄一些摄影作品。照片不会说也不会动，但照片更长久。前面的照片都是这台手机所拍摄的，希望可以在摄影方面给您一些新的思路、新的想法。欢迎收看 ZPH， 我们会聊手机、聊摄影、聊关于手机摄影的话题。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因为这样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在光学方面的表现怎么样。有人说 Magic 4 Pro 这台手机是22年发布的为数不多的有潜望式长焦的手机确实是今年发布的几个旗舰手机确实都没有这个配置。那么除了这颗潜望式长焦以外，还有就是主摄跟超广角，它一共是3颗干活的镜头。拍摄界面中倒是有4个焦段切换按钮，但是最远的这个10倍镜头是 3.5 倍的数码变焦，它是没有10倍镜头的。还有一点就是数码变焦这按钮安排的离快门键有点远，很难单手操作。这么多颗镜头，我们得一颗一颗说注意看下方的进度条。那么我们就先从主摄开始说起。硬件都列在这里了，我就不一一念了。有几点要跟大家着重说一下，一个是这颗主摄是没有光学防抖的，还有就是它的感光器面积不是很大，还有一点注意它的等效焦距没错，在普通模式下，它还是会裁掉4周的画面来保证边角画质。从主摄的样片上看，这个成像色彩还真是够鲜亮的咱们放大中心跟边角，看看它的成像表现怎么样。中心画质锐化稍微重一些，边角画质呢肯定没问题了，它都把4周裁切掉1圈了，怎么可能有问题呢？再看一张主摄拍摄的样片，成像风格跟前一张一样色彩还是那么的鲜亮。那么在画质方面呢，放大一看，锐化还是有点重的那边角画质肯定没问题它毕竟是吧，裁切了1圈了。主摄是有5000万像素高清模式的，就是右边这张。在成像风格上跟普通模式在色彩上就有些不同，还有就是视角不同高清模式更广，因为高清模式就不裁切4周了。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5000万像素的解析力要明显比普通模式高。像前面说的，高清模式是不裁切4周的，普通模式为了保证边角画质才裁切了1圈画面。那么高清模式下它的边角画质怎么样呢？那跟普通模式一对比可以发现确实高清模式的边角画质是有所下降的，但是下降的并不明显就我个人而言这台主摄其实没必要裁切4周画面。再看超广角镜头 ，Magic 4 Pro 的超广角等效焦距还是非常广的达到了13毫米。它跟主摄一样，也是有5000万像素的高清模式。从成像风格上看，超广角的成像跟主摄是一样的，色彩也是那种非常鲜亮的。其实与其说鲜亮不如说亮堂。那等效焦距达到了13毫米的超广角，肯定算是一个非常广的超广角了。那么我很担心它的边角画质怎么样。咱们放大中心跟边角看一下
中心画质解析力还不错，但是依然有锐化的痕迹。边角画质能看出来光学素质是有下降的，但是在13毫米这么广的超广角里，它的边角画质就算是不错的了。再换一张超广角拍摄的样片啊，一直没有问你们喜欢这台手机的成像风格吗？主摄跟超广角还是挺统一的，但是有些发白，稍微啊，依然是放大中心跟边角，咱们看看成像怎么样。中心画质还是没问题的，还是有锐化，边角画质还是有下降的，依然是在这么广的超广角里边，这个下降是可以接受的。同样的，超广角也是有高清模式的，也是5000万像素，在对比普通模式下，在解析力方面确实是有提升的。不过有一点要吐槽一下啊，你们注意看超广角的位置，这种超广角的位置在横屏拍摄的时候，很容易拍摄到左手的手指头。OK， 这里说一嘴微距拍摄啊，因为这台手机拍摄微距最厉害的就是超广角镜头。虽然说在拍摄界面中的更多里边有一个超级微距可以选择，但依然还是用超广角来拍摄的。就算你选择画面下方的几个焦段切换按钮，切换的也是数码变焦，实际都是用超广角来拍摄的。从实际的拍摄效果上看，微距效果还是不错的啊。那至于多不错呢？那就留到对比视频的时候再说。再说中长焦镜头 ，Magic 4 Pro 的中长焦镜头是一颗3.5倍的镜头，像素真的高啊，6400万像素，比主摄跟超广角都高，而且有了光学防抖。这颗镜头的对焦速度还是比较优秀的，在中长焦里边算是比较好的，这点你们可以在录屏中就可以看出来。只不过它的最近对焦距离不是很近，想玩玩长焦微距是没戏了。现在看到的是主摄跟3.5倍长焦的对比。如果你想拍摄远方的物体啊，在解析力方面，3.5倍长焦的解析力优势是非常明显的。前面说了，3.5倍镜头也是有高清模式的，只不过高清模式跟主摄还有超广角一样啊，在颜色上面跟普通模式是有区别的。不过解析力方面确实也是提升了不少。还有，既然拍摄界面中提供了一个10倍的数码变焦，那咱们也看一下这个数码变焦跟3.5倍的光学镜头在成像方面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10倍的数码变焦确实是强于3.5倍光学镜头的普通模式。那很多人是不是认为它是用3.5倍的高清模式来拍摄的呢？那咱对比一下就知道了。放大一看呢，确实还是10倍的数码变焦更清晰啊，强于3.5倍的高清模式。那就再看一组3.5倍的光学镜头跟10倍数码变焦的对比，在解析力方面依然是10倍的数码变焦更厉害。那就说明这个10倍的数码变焦不光是靠3.5倍的高清模式，肯定还进行了多帧合成。下面说一下人像拍摄 ，Magic 4 Pro 这台手机拍摄人像的时候用的是主摄，而不是3.5倍的镜头。他可能认为3.5倍的镜头焦段有点远吧。从实拍样片上看，效果还是可以的啊。人物的肤色肯定是没问题的，效果还挺好，就是美颜的痕迹稍微有点重，看着有点不真实。本身这位小妞的皮肤本身那个小模特的皮肤就很好了啊，不用这么重的美颜。再说一下直出扩张度的效果啊，其实一台手机没有对比的情况下是很难看出扩张度的好坏的。但是荣耀手机有一个毛病，这次还有。之前呢，在大光比的场景下，荣耀的手机为了追求高扩张度，会把暗部细节提亮很多，让暗部细节丰富。但是它会出现 HDR 对不齐的情况，画面就会虚。那这回还是有这个情况。我这次拍摄了很多场景，都出现了这个问题。但不过扩张度的好坏它至于是清楚还是虚，这点还是要对比视频的时候咱们具体聊。再说夜景的表现 ，Magic 4 Pro 这台手机在暗光下拍摄时候还是不能关闭自动夜景的。到了暗处的时候，自动夜景就会跳出来。样片咱们先看城市照明环境大光比的场景，无论是主摄还是超广角，成像都非常不错，暗部细节、亮部细节都很到位。再换一个场景也是如此啊，毕竟有自动夜景加持嘛。你们可以看到亮处的灯管细节还是非常丰富的。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啊，自动夜景可以关闭的手机，如果用夜景模式拍摄这样的场景，暗部细节、亮部细节都会保留得非常好。我并不需要自动夜景来给我捣乱。下面换一个稍微暗一些的场景啊，到了这个场景 Magic 4 Pro 就有些问题了，因为它的主摄是没有光学防抖的，在这种场景下就会拍虚，而且我每次发现拍虚之后，我都会重新拍。像这个场景我拍了5、6张，全是虚的，亮度进一步降低啊。到了更暗的场景，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要打开夜景模式了，而且最近女流氓小巷又坏了几盏灯，主摄是没有光学防抖的，夜景模式它也是吃不消的，一样会拍虚啊，拍了很多张都是虚的。祖传神助场景灯光稍微多了一些，但是还是挺暗的。Magic 4 Pro 在这个场景下拍的还不错，但是主摄还是有些虚的啊，我就不放大了。
祖传神助 Pro 场景主摄的表现也是不错的啊。其实这台手机的夜景能力还是不错的，就差个防抖。视频录制的表现，我们主要用的是默认设置，这也是大家使用的最多的设置，和大家比较关心的防抖表现怎么样？现在看到的是白天走路的主摄表现，防抖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而且清晰度也挺好。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色彩看起来比主摄还强一些啊，其实只是亮度高了一些。防抖表现挺不错的啊，解析力也很到位。录像的第二个焦段不是 3.5 倍，是5倍，这点跟拍照不一样啊。防抖的表现还是挺到位的，色彩清晰度也都不错。夜晚走路的防抖表现，主摄就有些吃力了，尤其是在防抖方面。但是清晰度还是不错的啊，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走路，只是站着拍的话，效果应该还不错。相同场景超广角的表现跟主摄比起来就差很多了，亮度、清晰度啊都不行啊，但是防抖还不错。女流氓小巷这个场景就比较暗了，主摄的表现就不太好了。由于它没有光学防抖，所以处理器就不能让快门降下来，就一直得是高速快门，所以画面的亮度啊、清晰度啊、防抖啊就都不好了。那这个场景下的超广角表现就跟其他的手机一样了啊，就都不可用了。工业设计方面，荣耀 Magic 4 Pro 的后摄造型，这个叫星环造型还是叫什么我忘了啊，反正它是传承，而且这个造型让人一看就会认为影像能力绝对不怂。要说传承啊，还得说正面的前摄造型，这个小药丸造型，虽然说我到现在也没看惯，不过肯定有人会喜欢。这台手机拿到手里的感觉还真不是很大啊，比我想的稍微小一些，整体的握持手感呢也还不错。至于手机的重量和大小，其实我不是很关心，因为我的手比较大。后摄的凸起还是高一些的，还是有的啊。不过这个无所谓，因为它主打的就是后摄的造型，就是影像能力，后摄稍微明显一些，没毛病。屏幕的显示效果是不错的啊，虽然说这次没有到2K 屏啊，是吧？是没有到吧？但是我个人使用的感受来说，屏幕的显示素质还是很棒的。手机的整体做工我还是非常喜欢的，不知道是不是颜色的原因啊，看起来摸起来都非常不错。处理器方面用的是最新的骁龙8平台的处理器，大家都非常熟悉了。那么这台手机的游戏性能啊、发热、跑分啊，我估计大家也比我都熟悉了，因为我们是聊影像的节目嘛。那么下面我们就来总结一下这台手机在影像方面的表现。荣耀 Magic 4 Pro 肯定算是主打影像的旗舰了，但是主摄不支持光学防抖，稍微有点过分。按说荣耀在成像上肯定是有追求的，为了照片的边角画质，主摄甚至会自动裁切4周边角画面。这么有追求，为什么不加上光学防抖呢？超广角的表现还算是优秀的，视角很广，等效13毫米，镜组的光学素质也不错啊，边角画质比较上乘。3.5 倍镜头的表现也很不错，主要是对焦速度还不错，再加上有高像素的加持，通过软硬件的配合，可以实现效果很棒的10倍数码变焦。宽容度的表现就有待加强了，这点我们对比节目再细说。夜景的表现啊，由于主摄没有光学防抖，应付常用的城市夜景还是没有问题的啊，毕竟是旗舰手机嘛。但是到了真暗的场景，它就没办法保证清晰度了。录像的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吧，没有拖影像旗舰的后腿。OK， 到结尾了。看完上面内容呢，希望可以在选择方面对您有所帮助，也希望您能喜欢我们的节目哦。记得点赞加关注支持我们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